片儿 TV 的观众小伙伴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期室内的节目，来清晨的热咖啡。为什么要来这一期室内的节目呢？是因为马上就有大阪马拉松了，有好多小伙伴在直播的时候，还有视频的评论区会问我说，因为海外参赛一般都带亲朋好友来，希望在比赛日那天，亲朋好友可以比较顺利的观赛，还能在赛道边加油、拍拍照。看到我这2年家属拍的挺不错，观赛也很顺利，想让我分享一下大阪马拉松观赛的经验，毕竟是一个陌生的城市。那今天我一会儿把大阪马拉松的赛道图打在屏幕上，我们配合图配合我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大阪马拉松观赛的一些经验。还有就是如果您有亲朋好友在路边观赛，您在比赛的时候怎么能更好的找到他们的经验，好吗？那我们就开始。好，我们现在已经把大阪马拉松的路线图打在了屏幕的左侧。大阪马拉松的起终点都在大阪城公园，区别是起点在大阪城公园西边的外侧的马路上，终点在大阪城公园里面，就是我们总跑间歇的那条路上。我觉得前10公里的部分不太建议亲朋好友去观赛，尤其是起点的地方，起点的地方也不太建议去观赛，因为起点那块人特别的多，而且路不宽，几乎您是看不到您想加油的选手的。别说您看不到，我自己跑完以后，我找起点的那个录像，我自己都找不到我自己，所以前面这一块没有太大的观赛必要。而且前5公里其实已经是离大阪的城中心已经不近了，那边无论是交通还是观赛的情况都不太好，并且如果您在前15公里观赛的话，再回到很理想的观赛区域的时候，您的助威加油的选手可能已经跑过了，因为交通的时间不允许。那不在前10公里，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大家可以看我前2年大阪马拉松的节目，甚至是前3年，因为前3年前那一次我没有参赛，我是观赛的，我们就选择了那个地方作为第一个观赛点，就是大概第11公里的地方。就是大家看这个图，有一个地方叫难波繁体字，这个地方选手们是从北向南跑，在从北向南没有拐弯之前，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是东西走向横着的河，在地图上。过了这条河一点点，然后马路的西边就是马路的，就是选手就会从北往南跑嘛，就在这张图上从上往下跑。或者我们为了方便，我们就说上下左右吧，对着这张图，从上往下跑，所以你就在选手顺行那一侧，在这个地方非常适合观赛，因为路够宽，同时呢已经10公里以后了，就如果您的选手在2小时40左右的成绩，那基本上就已经是脱颖而出了，就小方阵肯定可以看见，大部队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但是这个地方您来了不亏。为什么呢？我们先说一下今天的主体。我的建议就是围绕难波这个点，在这一圈去观赛，因为好多的折返就特别方便，您可能走几步就从10公里变成了20公里，再走几步就从20公里变成了28公里，那再走几步就从28公里变成了32公里，所以特别适合观赛。那我们接着说，选手们从上往下跑就会往左边拐过去以后，一直到回来，你们看到20公里这个标，在这一段都不太建议安排观赛点，因为交通很不方便，然后区域比较偏僻，你去了你就回不来了，这是一个折返，所以呢你就不太建议这儿，因为你看你难波这儿11公里看到你的选手以后，那你不可能比你的选手还快的到达前面，比如到达15公里，你肯定是比他慢的，那你就只能看他折返。但是他折返回来，比方说你假设你在17、8公里去看他，看一眼以后，他再回来的时候你就赶不及回来了。所以在这儿看完第一眼以后，下一眼大概是在半马的地方，就是20.8公里左右。在哪儿呢？咱们顺着难波的这个标一直往左，看到这个幸町这个地方，对不对？在这个路口的右下角这个地方，为什么选择右下角呢？因为这个地方你想再向左过到这个竖着这个折返的马路对面是不太好过的。你们看到难波这儿和下边的这个叫做千日前通这条路，它也是一个特别宽的双向路，因为这儿是一个特别大的商业枢纽，所以它有地下通道，所以顺着这个难波的地下通道就过来了，零阻碍。过来以后呢，往地图的左边一拐，走到这个路口的右下角这个角这儿，
这个地方你再往任何地方过就都不好过了，所以在这儿是最好的。在这儿呢，你加油的选手会从地图的左边这样跑过来，他过了20公里，到这个丁字路口的时候，他是右转。所以每次大家看家属拍到我的时候，我在大概21公里的折返的这儿的路对面。知らんな選手のらへんやとか。でももう行ったよ。ああ、外国人だった。みんなここでターゲットなんかある。那个角度呢，就如果你拿手机拍，可能就得开倍镜了；如果拿相机拍，基本上3倍左右或者2倍左右的镜就没问题。你有一个70毫米的镜头就能拍得特别好看。就算没有的话，后期放大也没问题。因为这个地方你的选手是这样拐过来，拐一个90度，而你在另外这边，那你看他的时候就一个完整的拐弯。他转弯过来以后，看到你没过一会儿就是半马的那个，就是半马的那个点，到半马那点你就看不见他了。在这个地方是第2个点。这个时候你们看，咱们看路线图，选手们一路向南，一路向下，从21公里一直，这是一个特别长的折返。他折返回来以后，差不多我印象中应该已经是27、8公里了。也就是说，你刚才看到他20.8公里的地方，其实大概是27公里的点。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过去以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像地图的右边，就沿着路的下边往右边走，就走路就好了。这个地图你别看这个地图挺大的，但是比例尺很短很短。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从10公里的这个点到这个地图的最顶端的距离不超过5公里，不超过5公里，也就是3公里的样子。因为你们看这儿5公里折了一大圈，到这儿才10公里。我从10公里这个地方跑到最上面那个电川河，最北边电川河才整5公里。大阪市中心是一个很小的区域，从这儿沿着千日前通一直向东，沿着路的南边一直向东。这个时候呢，你走的时候，如果你的选手比方说我这水平啊，或者比我再慢，那在这儿你溜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折返回来的第1集团、第2集团、第3集团的精英选手们。第一次我241那次家属拍到会长，就是在这条路差不多正中间的地方。那个时候，但是那时候你加油的选手呢，可能还在这边折返呢。然后呢，不着急，就一直往这边走，走到你们看这个松屋町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折返，对不对？走到这儿就不过马路了，就在这边，就在这个角落这儿，或者你在前面一点点都可以。我一般觉得角落适合观赛，适合拍照。你在这儿可以立一个高速相机，比方你手机开成慢镜头模式，立一个脚架呀什么的，就能拍到你的选手这样拐过来。看见大雪，加油加油！而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是29公里的位置，也就是说，你20.8公里见完它以后，它有9公里的时间，8公里的时间，然后你才走多少呢？你可能才走1公里，比如说你就最慢速度步行都没问题，都能赶上。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你就等你的选手呗。你的选手到这儿应该已经很极限了，快马上就是30公里，对吧？他拐过来没一会儿就30公里了，在这儿给他加油助威。加完油助完威以后呢，你就可以过马路。这个叫下四町的这儿，就这个路口，这个折返路口是有过街天桥的，就在底下，你就人走过街天桥就行了。而且这个地方，如果你的选手带着手机，有那种能实时追踪的话，其实你可以那个天桥上是不让停留的，就是你不能在那样架一机器等，但是你可以在天桥上走，你过天桥没人管你。然后呢，你如果能特别顺利的知道你选手在哪儿的话，这儿这个天桥是就这十字路口的4个方向，就是这种桥，就方形的。所以呢，你的选手从这边跑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天桥上往下拍它，特别特别好看。如果有专业的拍摄设备的话，然后这儿拍完以后，加完油以后，你就顺着天桥过来，过到右边还是路的下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大阪马拉松32公里那个大坡的开始，那个32公里的点大概在大坡的2/3处，就是
基本上快上坡的时候到了32公里，差不多就这样，就是这古汀9这一条，从这个下四汀这个口，这个折返回来这儿右转这儿，一直到这个差不多古汀9这个汀字这儿，都是持续的上坡。到这个古字，就是这个白色这条竖着的路的时候，是坡最陡的顶点，然后还微微再上一点，然后就该下坡了。大概在9那儿就开始下坡了。这个坡就是每次家属陪着我跑的那个坡。看到黑影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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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祝愿你。尽力了。这个坡是整个大阪马拉松唯一的一个大爬升。其实大阪马拉松，大家觉得大阪好多坡，我也老说好多坡，但是大阪这条赛道选的还不错，差不多100来米的爬升，100米左右。所以在这儿呢，你可以拿一运动相机，或者你拿一稳定器都行，因为到这儿基本上240的选手，这个坡的配速也就是4分。我每次差不多4分0几，4分02、4分03能上这个坡。这坡长度大概300-400米，差不多。你就可以跟着拍一拍，因为如果你体力充沛的普通人，这个坡往上跑冲一冲是没问题的，而且观众不会太多，注意安全就好了。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是所有运动员的噩梦啊！你想32公里的极限爬升，这个地方给他加油再好不过了。这儿完了以后，你们看上本町这个标，就是这个古町9这个9字和上字这儿，这个十字路口是近铁百货，是一个大的商业中心。这个地方坐地铁，从这儿坐应该是坐古町线，然后转长枯鹤见绿地线。有2个选择，最后一个观赛点。第一个选择是这个叫片町这个地方，就是城建一西这个城左上角那不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直角弯，是一个钝角弯，对不对？每次家属拍摄我最后的地方，就在这张图这个钝角弯，它在路上不有一个白色的箭头吗？那个标树拐弯的箭头吗？在那白色箭头最这边就起点那儿，大概就是那儿。这个地方的站名叫大阪 Business Park， 就是大阪商务中心、商务公园吧。坐地铁到这儿。所以到这儿大概一共加上倒车可能3-4站的样子吧，特别快，10来分钟。也就是说，您在32公里给您的选手送上大坡之后，他有10公里的时间，差不多40分钟以外，40分钟左右吧。如果高手的话，再高手一点的话，35分钟；慢一点的小伙伴1个多小时也有。那您从这儿坐地铁过去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就上了车以后不会超过15分钟。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不会超过的。等车的时间也不会太长，这边的车次很频繁，所以你有很充足的时间到达这边。因为每次家属到这个刚才说的这观赛点的时候，是能看到女子的第一集团的，所以时间上完全没问题。至于男子的第一集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难度，除非您的选手跑得足够快。这是第一个点，到 Business Park。第二个点就是在终点，你们看这终点冲线那儿，就是我们每天折返的，就是折返练间歇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两边是可以进的，就是你还是从 Business Park 这儿下车以后，就顺着赛道边上是可以走人的，溜达进来到终点这儿给你的选手加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看啊，11公里一个，然后呢20公里多一个，然后呢29公里多一个，之后31公里到32公里一个，最后终点一个。也就是说，这一场马拉松，您能在可能走路方圆1公里的范围内，最后一个地方要坐车，其他地方都是走路。你这地方可能来回走路加起来不会超过2公里，就您的步行距离，您能看见您加油的选手4次在这1公里里，因为这4次横跨了11公里、20公里和29公里，还有32公里，4次。最后坐车去终点，
看它冲线，或者是在我说的那个点，我说的那个点大概是41.9公里的样子，因为差不多这拐过来，这个桥这儿有一条河，你们看，这儿有一条河，这个河的正中间是42公里，差不多是这样。那个地方马上就42公里了，所以选手们也知道是什么成绩了，你也就踏实了。这条路可以远远的看。跑者跑到过了10公里这儿，因为10公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嘛，过了10公里这儿，如果你跟你的亲朋好友约好了，那你就往前跑，你能看到大部队右转的，因为那个就横着这条千日前通这条路特别宽，你快看到这个桥了，然后你这时候应该也看到那个河了。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在这个过了这条河呢，就是盗洞窟这条河呢？因为选手也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有时候我跟家属的经验是，光他跟我说在哪儿没用，因为我有时候在赛道上不一定能反应得过来，尤其是去陌生的地方参赛更是这样，所以有一个标记会比较好。你看过了这个河，因为这个河是一个桥，虽然没有上坡，但是很明显是个河。你的选手就是你跟他说，你过了河到右转之前，你就向右看，肯定可以看见我。那肯定就能看见你，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点就是他这样过来转弯的时候，那也好办。你跟他说，你过了20公里，前面半程之前要右转，你看到右转的时候，你就看马路对面，就是看我刚才说的那个地方，那是100%能看见，因为你也会招手的，对不对？然后他也会招手的。还有一个经验就是，我跟家属的观赛和加油经验就是，选手先招手。就选手你不管看没看见，你到了约定的地方你就招手挥手，只要还有劲儿的话，因为大部分跑马拉松的选手你周围人是不会挥手的，那这时候你人群中就你比较闪耀，那你观赛的人你的亲朋好友也就更容易看见你，这是我们的秘诀。所以你看去年大阪马拉松在这个点的时候，就是我先挥手，我其实没看见他，然后我挥手他看见我了，他开始挥手，然后我的手呢，我当时是这样的，我这样我就变成一个我就指了他一下，让他，然后这些头已经看向了他，因为那时候我们头也没看到他的位置，就一下子他也就知道我看到他了，这点特别好。然后呢，同理，这个地方29公里的地方，松湖町这儿，这个地方是稍微有一点不好看到的。我每次跟家属约的都是拐过来之后一点点，这样的话呢，我会说好说，我一拐过来我就向路边看你。当然，如果您约在那个桥上的话，那就更好办了，你让他往桥上看呗。但是那个桥不能停留的。但是这边呢，因为它一切东西都是被卡死在那规矩里，就是你就在那上面来回走，也不会把你请下去，但是也会影响，因为有骑自行车人要过马路，这边是这样，这种国际天桥都是没电梯的，就有专门的志愿者搬那个车帮着人过马路，所以桥上会比较拥挤。我还是建议大家为了安全就在路面上看就好了。你也约在拐过弯来以后，这样他一拐过来就看你，就不会错。你要这大坡这儿那就好说了，大坡这儿那就你们约好一个地方嘛，比方说也是他一拐过来，一上坡就开始向右边看你，那也比较容易找到，对不对？最后终点这儿我就随缘了。终点这儿如果特慢的话，还有好多人，那你也不着急了，慢慢找。如果是特快的人呢，这儿没有几个人，100%漏不掉。大家看我前2年的节目就好了，好吧？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大阪马拉松的观赛、参赛、被观赛的经验和我们这些的小技巧。最后终点这块补充一句，终点这块是这样的，我们还是看图。好，我们换了地图，而且我这个还是高德地图。大家来这边玩，如果不用 Google 的话，高德也是很不错的。终点大概在哪儿呢？你们看这个青屋门这儿，这个 gate 这4个字，这条路就它覆盖的这条路，就是我们每天这个来来回回跑节气的这条路。它那个终点大概就在这个 gate 再往下一点点，就是在这个大阪城大厅和这个太阳的广场这个中间交接这个地方，这样下来的这个地方，这个和这条路交接的地方大概就在这儿。然后结束之后，还是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一直往右下走，然后再绕回来，就疏散了。这么个疏散路线。然后回来之后呢，会路过这个大阪城大厅的这边右下方这条路，会沿着这条路上去。你们看，会往这个星巴克大阪城公园店这儿走，这就是我节目里刚来这儿前2年
总说有特早有排队的人的那个星巴克，就是这儿。您跟终点给您的选手加完油，或者是在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Business Park， 你们看这儿，这儿不有一个 Lawson 吗？然后这儿有个地铁站，大阪，它是假名，我念就是大阪 Business Park， 这儿就是这条路，在这个地方加完油以后，或者是您在终点加完油以后，都可以先到这个星巴克这儿。这星巴克这边上，我看放大能不能看到啊？对，你们看这儿有一个大阪城后路前喷水，这儿一个大的喷水池，是个喷泉，可以约在这儿见面。为什么约在这儿见面呢？因为你们再看这一片，就都是餐厅，都是吃饭的，什么都有，拉面呀、炸猪排呀、日式这种定食啊，还有我们每次吃这 Good Spoon， 这好勺子，这是一个这怎么说呢？西餐厅，或者是创意西餐厅，也有咖啡厅，什么都有。他要是选手结束用存包啊、更衣时间久，你就直接星巴克或者这图里。那我现在就在图里，但是不是这家。有好多的地方可以等他，这一片非常好。然后在这一片吃完饭呢，这边上这儿是 JR 的大阪城公园线，但是一般在大阪，如果您住市区的话，做不到这条线。这条线是就外环的环状线，你就还可以回到 Business Park 这儿坐车，去到这边坐车就离开了，或者是呢，让您吃完饭以后顺着这条路往下走，从大阪城里出来到森之宫这儿坐车也可以。怎么样，在这儿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基本上不能说如数家珍吧，跟北京还是没法比熟悉程度，但是也算是熟悉了。尤其是我观赛了一届，亲身参赛了2届，家属呢观赛了一届，观赛加拍摄了2届，非常非常有经验了。希望能够把这些不能说宝贵吧，这些我们积累的经验或者是教训，或者是一些心得分享给大家，让您的亲朋好友陪您来这一天的时候，在马拉松赛场上，您在赛场上不留遗憾，他在赛道边上也不留遗憾，有一次愉快的、特别带劲的马拉松体验。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下回再见。